好，接下來在軍事上面，我們今天要關心的事情是中國大陸一出手，現在中東的戰力是否天翻地覆了呢？因為最新消息有伊朗現在的飛彈庫是滿血復活，有一個說法，2000枚齊射會來壓垮以色列。那麼底氣來自於哪裡呢？根據外媒的報道，就是來自於大陸。另外也傳出來說，伊朗要買大陸的歼20跟紅旗9B，如果真的發生的話，對於這個接下來的戰力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呢？我們都會一起的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難道這一次伊朗真的是滿血重生了嗎？因為就在11月12號這一天，伊斯蘭的革命衛隊在首都的德黑蘭這邊舉行了這場非常大的這個叫做國防的成就展，立刻是陳列出了各種的武器哦，包括数十個不同型號的，不管是飛彈或者是無人機哦。那麼這當中包括了有極音速飛彈啊、尼什，還有這一款叫做海巴爾謝坎的彈道飛彈，其中我們要來特別關注到的就是這款彈道飛彈，它有什麼樣子的一些優勢跟它的戰力呢？它號稱是伊朗版的碉堡克星，射程啊高達了1400多公里，那麼彈頭重量500多公斤，它的瞬間的撞擊的速度可以達到3馬赫的一個速度哦。所以我們來看到 CNN 這個時候就點名了說，伊朗為什麼能夠在這麼短時間，只有半年的時間就能重建它的飛彈軍火庫？答案來自於，就是因為大陸給他們的底氣。因為大陸方面呢，從今年的9月份開始，就不斷的運送2000公噸是用來制作飛彈的這種固體燃料，這個叫做過氯酸鈉。預計這批原料就能夠讓伊朗來制作出非常多，高達500枚的飛彈。CNN 更是預估，如果衝突再起的話，伊朗這次的戰力會超過6月的戰力，一次啊可以就發射2000枚的飛彈，壓倒來自於以色列的防衛。伊朗半年內又快速的復活，極音速飛彈再加上碉堡克星，以色列的噩夢來了嗎？難道他的底氣是真的來自於北京嗎？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這個是現在伊朗要對以色列實施飽和攻擊，那就要飛彈的數量要多才能夠達到飽和攻擊的效果。那現在按照伊朗的，因為美國對伊朗經濟制裁40年，那40年，伊朗在這一方面的這些經濟的條件、科技的條件，畢竟代差落得非常的明顯，非常的大。那現在靠誰？靠中國大陸。那中國大陸，那伊朗窮啊，但是伊朗有一個好處，叫伊朗石油。伊朗最大的石油輸出的地方就是中國大陸。好，那拿石油来換錢，拿錢來買技術，買相關的零組件。所以我認為它必須有3個突破。第一個，飛彈的燃料，因為現在飛彈呢很少用液態了，液態畢竟這個不穩定，而且這個裝填之後24小時要發射，那都用固態。那固態燃料，那現在誰能夠供應？那像中國大陸買嘛，很容易拿錢來買，所以我們講的是固態的。第二個零組件，伊朗做不出來的啦，它只能拼可以。那這個重要的零組件從哪邊來？要從中國大陸。我們知道這個伊朗在中東啊，因為它8000多萬人口，算是一個在整個中東阿拉伯地區算是個大國啊。它又是這個回教什葉派，是比較主張激進的基本教義派的，是這樣。那它這樣子很簡单，要向中國大陸買零件。那中國大陸，你既然要買零件，進入大陸的專業的人員、技術的代表也要靠中國大陸，要這個樣。然後最後一個，伊朗是不是要我們叫 offset， 就是技術輸出？就是說我不能一直在靠中國大陸啊，你要到時候要教我，我也要會啊。是要這個樣，我不能一直靠你技術代表過來啊。那伊朗在這方面也要形成一個氣候，就是技術的保障，希望伊朗到最後能夠自力更生、自主國防，是這個樣。那這樣的話，我認為威脅最大，我們看到來了以色列，但是我們知道以色列它會相應的來提升它的軍力。它現在整個中東的地区，你先來看，首要的目標反而是伊朗。你看看這個加薩的。這個巴勒斯坦也好，這個黎巴嫩真主黨也好，現在敘利亞也被美國摸頭了。本來的敘利亞後面是伊朗在挺的，現在敘利亞的新總統現在是由美國，他到白宮去訪問呢，上個禮拜，這很清楚的。那也門的胡塞組織呢，後面的老闆也是伊朗，所以看出來說，伊朗目前最大的威脅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最大的威脅也是伊朗。那個沙烏地阿拉伯、沙特啊，反而跟這個以色列之間的關係是比較處於這個冷和，比較但有一些心結，但是問題是美國在後面，那兩個就不會沒事。只要有美國在，這個
這個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2個會沒事，那就是伊朗。所以伊朗在這方面，他所承受的威脅可能會越來越大，來自於以色列，因為以色列把他周邊的都已經解決了，他就可以專心一意對伊朗。那伊朗的威脅壓力增加，他就要找替代來源，就是中國大陸。那他就要先強化軍備，所以伊朗的空軍緩不濟急，所以先發展飛彈為快。你要以航空還是以飛彈來組？你哪一個？航空時間久，成軍的時程拉得很長，沒有辦法，緩不濟急。但是飛彈很快，飛彈直接現在它又是3倍音速，到最後面3倍音速，將來伊朗可能還會往极音速去發展，就是高超音速要到5倍音速以上，所以變成載的彈量要夠500公斤以上，0.5公噸以上了。另外一個速度要快，然後看看伊朗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我們的 CEP 值就是圓周彈道誤差要準。你不能把彈道黃膠，你打出去只有彈道黃膠啊。換句話說，慣性導航跟這個衛星導控裡面的抗干擾能力還要夠強才可以。所以伊朗在這一方面絕對要靠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支援多少，伊朗的飛彈的技術才會提高到多少。好，所以我們看到伊朗現在面對加劇的地缘政治，来自於美國跟以色列的這個威脅哦。所以剛剛將軍幫我們看到嘛，先來做比較簡單的，至少先把飛彈發展起來，再好好的布局它的空軍。那確實，剛剛除了飛彈之外，伊朗確實也有想要好好布局它的空軍，所以他現在也計劃用它20億美元價值的石油來買大陸的什麼呢？2大殺器，第一個就是殲20隱形戰機了，第二個就是防空系統紅旗 9B。他說紅旗 9B 之後會來搭配俄羅斯的 S-300整合系統，補上伊朗它等於它防空的最後一塊缺口。如果真的有這些武器的話，對於它的戰力會有多大的提升？能夠跟以色列來稍微做制衡嗎？酈將軍怎麼看？6月份這個伊朗跟以色列12天的戰爭當中，我們看到這個以色列用的是戰機如入無人之境，然後在整個伊朗上空對他這個肆意的攻擊。那伊朗能夠反擊的力量，大概就是用它的導彈。當然，雙方這12天打下來的話，伊朗這個幾乎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空防，完全是在裸奔的狀況之下。當以色列剛開始初期的時候，它可以攔截到一些伊朗的導彈，但是後期來講的話，它慢慢這個防空系統也破了一個洞讓這個伊朗的導彈可以攻擊它很多重要的軍事設施。所以伊朗現在最急的一件事情，應該是它怎麼樣建立它的防空的系統。那防空有2種一種是矛，一個是盾所謂盾，當然就是防空這個導彈為主它現在有的是俄羅斯的 S-300，但是數量來講遠遠不夠，能力來講可能也比較弱。那如果說能夠獲得大陸來講紅旗9這款，紅旗9大概比照的等級大概是美軍的愛國者3這種等級所以它防空能力是比较強，可以有效的建立一個區域防空的一個體系。那如果說是能夠建立來講，我相信以色列或者是美國的 B-2 轟炸機應該是不敢再這麼囂張的如入無人之境到伊朗上空來肆意的攻擊。當然，如果說能夠獲得矛，也就是殲20這款戰機，那我們從印巴空戰可以看出來，光殲10C搭配到這個PD-15導彈就可以對印度造成這麼大的一個戰勝的一個戰果那如果說是這個殲20來講，它隱身戰機，我相信它的效能一定比殲10C更要好。那這樣的話，更可以有效這個遏止以色列或者是美國對它本土的打擊。但是我們要有待觀察，殲20這個，我相信中國來講，不見得願意會賣給伊朗。好，所以我們看到一方面美國也看在眼裡面對於現在整個伊朗，然後有背後中國的撐腰，所以美國華府現在非常的焦慮了。趕快看到最新消息民主黨的議員趕快聯手，他們一起致信給國務卿盧比歐跟 CIA 說呢，大陸提供給伊朗這麼多的化學品來幫助他的軍備重建，這是對於大陸來說對於伊朗來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大陸呢，它的已經勢力從歐洲擴展到中東國家去了，整個威權正在擴展當中。我們還記得這個川習會才剛落幕，談得不錯。川普有可能在這時候對於大陸做出制裁嗎？那川普手上又有哪一些牌可能做反制呢？聶老師又怎麼解讀 ？OK， 古語有一句話叫"只管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那你什麼做都可以，那別人做都不行。你可以說
在這個加拿大呢開 G7 會議，2天後說，對不起，我要離席，我要回去做一個重要決定。2個禮拜，然後就告訴這個伊朗說，2個禮拜你再不怎麼樣，我就要去炸你。結果2天就 GBU-57就炸進去了，60公尺深的專體的這個炸彈。這件事情，請問全世界有誰打法？沒有，因為美國人做才是對的，美國人去支持以色列是好事，是拯救全球。你覺得是嗎？以色列當他的天穹已經差點被擊破的時候，他必須要靠他的爸爸，就是川普來撐這個大彈藥，這很重要。不過現在要講一個什麼叫做幫伊朗。全世界都知道打代理人戰爭最好打，講不好聽，不管胡塞組織也好，哈馬斯也好，黎巴嫩真主港都是伊朗的前面的代理人。